由于乌军动不动就炮轰居民点，俄罗斯决定撤离赫尔松的居民。这是又要发生这一种大的溃败，俄罗斯快顶不住了，还是说他准备猛烈反击，大举西进呢？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英国的《卫报》啊、路透社呀、还有这个俄罗斯的塔斯特等媒体啊，都报道了这个消息。俄罗斯的副总理就表示啊，应赫尔松州代理州长弗拉基米尔·萨尔多的请求，政府呢就做出了组织援助该地区居民前往国内其他地区的决定。乌军现在已经占领了赫尔松的东北部这一块地区，就在第聂伯河西岸的这个部分啊，就西岸上面那个东北部地区，在这里呢是很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你这里呢，它可以隔河去炮击赫尔松的居民点，或者是打它下边这一块的这个当地的居民点，还有其他的目标。现在俄罗斯呢正在撤离啊这个乌军占领区下边这一块还有其他相邻地区的居民。赫尔松其他地区呢，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大规模的撤离。赫尔松的副州长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呢，说这个乌克兰已经对居民无差别的攻击了，所以呢要尽快撤离。但是俄军他不会撤。赫尔松的战略位置是太重要了，我们拿来地图看一看就知道了。它在这个尼古拉耶夫和克里米亚之间，就在克里米亚的正上方哈，这个控制着通往克里米亚的唯一的一条陆路通道，以及呢，在这个2200公里长的第聂伯河的这个河口地区。第聂伯河呀，它把这个乌克兰整个是一分为二，分成了东西两部分。10月6号的时候，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就透露说，从这个10月1号开始啊，乌军已经夺回了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和10个居民点。泽连斯基指的就是这个赫尔松西北部的这个第聂伯河以西的这块地区。如果说乌军牢牢地控制着这个地方，他就可以居高临下的突破第聂伯河防线，河的东岸那就是大平原地区了。乌军呢，如果是进入到这个地方的话，那俄军防起来可就是麻烦了啊，很可能又会出现这种大的溃败。乌军很快就能占领这个地方的首府赫尔松市，直逼克里米亚。这对俄罗斯来说，那可是重大的失败啊！现在撤离赫尔松呢，它有几种可能。第一，俄乌冲突发展到现在，我们看已经出现了这个扩大化，乌军无差别的攻击这些居民点，在北部195地区，这新纳粹残余的新纳粹势力，它又开始复活，开始残害这个当地的居民。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录像非常残酷的就出来了。俄军呢又炮击赫尔松的这些居民点，就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俄罗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内部压力，所以必须首先要解决民众的安全问题。第二，目前来看啊，俄军暂时还是稳定住了这个东北部的防线，但是后续会怎么样还是难以预料的啊。所以撤走这些居民呢，最坏的可能是做好了要丢掉赫尔松整个顿涅河西岸地区的准备。第三呢，还有一种分析也就认为说，俄军呢可能是要玩一把大的。你看，你把撤走了居民之后啊，这就没有了什么顾忌啊，就有可能在这个地区发起猛烈的打击。有分析就称，俄军呢可能有计划再向西去推进这攻占尼古拉耶夫的部分地区，然后这样呢就可以成为这个赫尔松的缓冲地和未来的政治筹码。我个人认为啊，你说俄军是不是有这种计划呢？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有这种计划的，因为这也是比较合理、比较符合他的需要的嘛。但是你现在这个以俄军现在的实际情况啊，别的不说，就说他的兵员吧，这个兵力是严重的不足啊。你刚刚发动局部动员征召过来这些新的兵员呢，你还需要训练啊，你还没有这么快能够放到战场上去。整体上来说，现在俄军是实力不足，未必能做得到。从事态上来看，俄罗斯现在其实它是转为这个防守的，他想呢把这个4地公投入俄这一件事呢，这个落袋为安，先拿到手再说然后他要进入到一个政治斗争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呢，现在全面的发起这个西进作战的可能性不是太大。